混古董圈时间长的人都知道，捡漏这个现象虽然少见，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真就有人花几千块钱买了上百万的东西，那运气那眼力，咱们都羡慕不来。但本期影片，猫爷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例子，堪称史上最大的捡漏，只用1.5元就得到了4500年前的国宝孤品。大家好，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在这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点赞、订阅加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1928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平陵城附近的断崖上发现了数片漆黑、光亮，有的甚至薄如蛋壳的陶片。经考证，这些陶片竟是4500年前的先民创造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一发现立即轰动世界，一位在场的考古学家激动地记录下了它们的特点：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经过严密测量，这些碎片的厚度不超过0.2毫米，蛋壳黑陶的名字应运而生。但是，如此奇特的黑陶薄片是用来做什么的？未粉身碎骨之前，它究竟长什么样？直到上世纪60年代，山东潍坊姚官庄遗址出土了一批蛋壳黑陶杯，才使人们对它的真面目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距今4600到4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存在着大量黑陶。在所有黑陶器物中，又以蛋壳黑陶糕饼杯最具代表性。它通高10几厘米，重量却不足1两，最薄处仅0.2米，薄如纸张。0.2毫米是什么概念？相信大家都见过医院打针用的针头，最小的针孔是0.5毫米，鸡蛋壳也有0.5毫米厚。这蛋壳黑陶杯可比针孔和鸡蛋壳还要薄1半还多。上世纪70年代，时任日照市图书馆文物组组长的老杨没事就骑着自行车去各地调查遗址、征集文物。那是1978年的某一天，杨组长和文物组的另一位同事共同来到日照东海峪村调查。之所以到这里来调查，是因为早在1960年，这里就曾发现一个集合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东海峪遗址。两人到了东海峪村，先到大队部座谈。村里的大队书记先说了一下东海峪遗址的保护情况。说到文物征集，大队书记突然说，一位牟姓村民手里好像有个黑陶杯子。杨组长听说后，托大队书记帮找人，让某某把杯子拿来看看。没一会儿，他拿来了杯子。杨组长一看，顿时兴奋起来，问：这杯子是怎么来的？村民说，这是有一次自己挖土时发现的，看着杯子黑光油亮，就拿回了家。那时候，村民们喜欢在东海峪遗址上种庄稼，偶然会发现些古老的东西，但从来不知道所捡之物为何物。杨组长告诉村民朋友，这黑陶杯子是件文物，根据国家相关文物法规，出土文物应该收归国家所有。村民十分爽快地同意把杯子捐给国家，作为奖励，杨组长给了村民1块5毛钱。就这样，4000多年前的一个西式蛋壳黑陶糕饼杯，被杨组长用1块5毛钱带回，由当时的日照市图书馆文物组保存，现藏于日照市博物馆中。目前为止，蛋壳黑陶杯完整存世品极少，除了日照市博物馆的这件外，其余小部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山东大学，多数珍藏于山东省博物馆，海外也有一些。无论是考古发掘还是从民间征集，目前存世的蛋壳黑陶杯基本都发现于离黄河入海口不远的地方。专家分析，黑陶杯的原料是用黄河里最细的泥土，这种泥土从黄河上游开始，顺着黄河从西向东而来，经过亿万次的摩擦和碰撞，才能形成符合黑陶杯需要的原料。经过专家的实地勘测，这个地方的泥虽然不含沙，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大的颗粒和其他杂质。那么问题来了，在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将泥土中的杂质去除？又是如何筛选出全部都是小于0.2毫米的泥土呢？要知道，那个时候可没有高密度的过滤网哦。糕饼杯镂空蛋壳陶最薄处仅0.2毫米，别说是陶，即使是玉石，都是稍用力一碰就会碎掉的。曾经有一位多年烧制陶器经验的师傅，经过上百次的实验，他在不借助任何现代化工具的情况下，烧制出了一模一样的黑陶杯，但是厚度仍大于0.2毫米。想当初，
匠人在拉坯成型的时候，仅用2指去感受与控制 0.2 毫米的厚度，这是一件多么需要经验和天赋的事儿。即便做成了薄如纸张的胚，想烧制成型，又得遇到多少困难。蛋壳黑陶杯制作工艺之难，可见一斑。以现在的技术，也要拉100只甚至1000只才出一件合格品，且厚度离古人的 0.2 毫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古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这个问题，现代考古学家只说了一句无解。蛋壳黑陶杯造型优雅，每一只的设计都是不同的，可见不是批量生产的。如此珍贵的蛋壳黑陶杯不是一般的民用实用品，而是一种奢侈品，由部落首领使用，是权势王者的象征。这意味着早在4500年前，祖先对陶瓷的需求已经由实用性上升到审美性，由物质的层面提升到精神的层面。蛋壳杯重建于世之后，一度引起世界范围的轰动。由于其编织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被世界各国考古界誉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蛋壳黑陶杯因为是国家层面的简陋，所以没有估价。接下来，猫爷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个史上个人最大简陋，花6万买仿品，结果卖了30亿。史上最贵艺术品，正如《阿甘正传》中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在人生这场旅途中，我们都是匆匆的赶路人，但是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们还会接到一些生命给予的惊喜或意外。这些惊喜或意外在无意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就有这样一个人，他花6万买仿品，多年后被确认为真迹，卖了30亿。这个价值30亿的作品是一幅油画，名为《救世主》，他为知名画家达芬奇所创作。画中的耶稣右手做祈福状，左手则拿着一个水晶球。救世主主题以手持水晶球的耶稣形象为特色，16世纪早期非常流行，在北欧画家中尤为盛行。达芬奇在描绘这一主题时，融入了一些个人特色，让人既安心又不安的人物，看向前方的神秘眼神，难以捉摸的微笑，瀑布般的卷发以及朦胧的柔和感。达芬奇的救世主最早属于英国国王查尔斯一世的收藏，随着查尔斯二世的继位而转入其手，再由查尔斯二世转给白金汉公爵，后者的儿子在1763年时将其售卖。此后，这幅画作一度无迹可寻，直到1900年，这幅油画的踪迹才再次出现。当时，一位英国收藏家得到了这幅画，但他未曾怀疑这是达芬奇的真迹。这幅画遭到了磨损、涂抹、上光，难以辨识，还被认为是达芬奇学生波特拉菲奥的作品。后来，它被归为波特拉菲奥临摹画的复制品。1958年，一家收藏机构对其进行拍卖时，成交价仅为45英镑。因为它被当作仿品，得到这幅画的人也并不重视它。后来的几十年里，救世主辗转流传多人之手，最终这幅画在2005年被一位美国收藏家以1万美元，大约折合人民币6万元的价格买下。这个收藏家十分欣赏达芬奇的创作，由于这幅画颇有达芬奇作品的风格，他也只当是花6万元买了一个仿品和乐趣。后来有个由画商和收藏家组成的艺术联盟，他们都认为这幅救世主也许不只是达芬奇画作复制品的2度复制。接下来，这幅画被小心地清理干净，并送到各个专家面前接受鉴定。当达芬奇研究专家、牛津大学美术史教授马丁·坎普看到画作时，他被画中的水晶球和头发惊呆了。他说：“这就是达芬奇的表现手法。直觉和鉴赏力不能用来判定这就是达芬奇的救世主，技术分析方能推进问题的解答。”油画经过清洁后，高分辨率照片及 X 光让旧图得以重现。画中耶稣右手的姿势有过调整，而复制画的人没必要做这一步。不仅如此，利用红外技术，研究人员发现绘画者曾将手掌按压在画中基督左眼上方未干的颜料上，以此来达到朦胧的模糊感，而这是达芬奇技法的一大特色。和那个时期达芬奇的其他作品一样，这幅画作于胡桃木上，由多层薄如透明的颜料构成。到此为止，大多数专家都判断这却为达芬奇的真迹。2007年，达芬奇作品《救世主》以4亿美元落锤，家用金成交价为4.5亿美元，约人民币29.577亿元的价格，在纽约佳士得站后及当代艺术业派上成交，成为史上最贵的艺术品，也创造了世界最大的捡漏记录。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生活中有过捡漏的经历吗？赶快在下方留言分享出来吧！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